Wake up, wake up！ 今天的任务是西雅图。全世界第一间星巴克，最有新的景点口香糖墙，全美最古老的农贸市集派克市场。这里是西雅图，一座你可能听过但没真正认识过的城市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走进西雅图的神秘魅力。各位，我跟学姐结束 Oregon 的 road trip 之后呢，我们来到西雅图啦。我们真正的会在这边待3天2夜，然后也是我在北美最后一趟旅行。那我们就好好来逛西雅图吧。从波特兰搭车到西雅图后，先去饭店 check in 放行李。我们今天住的地方，外面的风景超棒，可以看到太空针塔。放好行李，出门感受西雅图喽！我们第一站马上来到 Amazon 的园区，它后面这个就是 Amazon 的 Sphere， 它是3个大型的球体连成的一个温室。如果你想要进去参观的话呢，可以上网先预约，然后总部呢好像也可以参观，你们可以上网看一下资料。球体内共有4层楼，作为员工休息室和办公区，且多达4万种植物。上次学姐来，她说这边呢，她每天都会发香蕉，不过现在已经关起来了，我们明天再来看看。其实，在西雅图的市中心啊，你要搭乘交通工具的话，都非常的方便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要走路去派克市场吃东西喽。抵达派克市场啦！这个是全美最老的农贸市场哦，它建于1907年。来到派克市场必吃的 Chowder 巧达浓汤，这家是网络上看起来蛮有名的，我们先外带，然后去海边吃吧。俄罗斯的面包，这家俄罗斯面包也是在派克市场很有名的必吃之一。然后我买了2个 smoked salmon， 还有 potato and mushroom。然后再往前走一点，就在俄罗斯面包的旁边，这边是什么？星巴克第一家，全世界第一间星巴克。我们排队进去看看吧。我们现在进来第一家星巴克里面啦，我觉得好神奇的感觉哦！全世界星巴克到处都是，然后第一间创始店就在这里。那这边呢，它有卖专门派克市场的一些纪念品、纪念的杯子，然后这边就可以点餐，还可以试喝咖啡。1971年到现在。我们现在走在派克市场里面啦，不过呢，现在已经快要5、6点了，大家店家都收起来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是来出来看夕阳。走来海边啦，现在4点40分，刚好太阳要下山了。然后旁边呢就是美西最大的摩天轮。买完派克市场必吃的东西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到海边要看夕阳、吃东西啦，好好享受。如何？我现在来吃我们刚买的俄罗斯面包，有名的鲑鱼，它这个形状是一条鱼耶，超可爱的。它是这样的，它里面的馅是整个全部是鲑鱼，烟熏鲑鱼肉，好酷哦！完全没有想象到是这样哎，好吃。但我觉得热热的会更好吃。我们点了另外一个就是 potato and mushrooms， 也好吃哎，馅料很多 ，potato 泥跟 mushroom， 很特别。好幸福哦！
看着夕阳，看着落日，吃东西。而且我们超幸运的，今天天气有够好。吃饱饭，太阳刚好下山啦，然后现在呢就可以欣赏这边的夜景了。夜景跟有太阳的时候感觉就整个不一样了，超漂亮的耶。空空的市场。我们现在真的太晚来了，这边所有的鱼市场啊、市场全部都关闭了。我们看后天有没有机会再来逛早上的市场。有没有看到后面的墙上全部都是口香糖？我们来到口香糖墙，它这边呢其实是戏院的入口嘛，所以可能以前有人在等入场的时候无聊，然后就把口香糖粘在上面，然后就这样每个人就开始做，然后就墙上全部是口香糖了。你们看墙上，其实全部都是口香糖，现场看真的是蛮恶心的。所以这边被列为细菌最多的观光景点。我们刚搭公车来到了 Gasworks Park。如果白天的话呢，后面这些啊都是有点像工厂的那些厂房嘛。然后现在晚上我要看的就是夜景，你看我们正前方。哦，我在西雅图了。我们继续往下走，在这边看夜景超级棒的。我们刚刚原本以为会没什么人，没想到还是有人这边跟我一起看夜景。我们在探险。我们就沿着海边这样走，然后看夜景，超舒服的。那这边呢，其实是一个公园，所以如果你白天来的话，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。我们回来西雅图的市区啦，那差不多结束今天第一天的景点。然后我们今天的非常的幸运，很多天气超好，然后再加上很多景点完全不用排队。上次学姐来的时候说，星巴克的第一间店还有乔达浓汤都要排队，而且排超多人。对，我基本上要30分钟以上。我们今天完全不用等，直接进去，幸运。然后等一下呢，我要跟我一个国中同学见面，他从 LA 搭乘4个小时的火车来到西雅图，他等等就要到了。哇，欢迎你！4个小时如何？很开心啊，我还蛮喜欢的。独旅。Morning Seattle， 我们今天第2天，我们现在呢要直接去 Amazon 要香蕉。好了，我们又来到昨天的球体这里了，然后这边有个 banana stand， 就是可以任何人都可以来拿香蕉，走吧。Take as many as you want. 他说你想拿几个都可以耶，整篮搬回去。好了，成功，我们任务完成，拿到香蕉，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了。那西雅图的交通要怎么搭乘呢？通常的话就是来机器买票，点可以买 Day Pass， 但是 Day Pass 的话一定要买他那一张 Orca 的卡，它的卡是3块钱，然后Day Pass 1天是6块钱，这样总共9块钱。而如果你想要买单程票的话，也可以，就是 One Way Single Trip， 一趟是3块钱，所以如果你搭1天超过3趟的话，就可以买 Day Pass 了。拿到的卡就可以 tap。很酷 ，Tap anywhere with the card。我们来到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， 然后来大学呢，就是要逛他们的礼品店，有很多大学这种衣服啊、联名啊，然后都可以参观。
我们逛出来就下雨了，我们现在先去图书馆看看，听说图书馆还蛮美的。躲雨的观光客。我们现在是华盛顿大学的学生，我们走在校园里面，有没有看起来很青春？3个老阿姨。这是星巴克哎，是总图 Suzzallo Library 里的星巴克，学生可以在这里读书讨论。继续往里面看看吧。重头戏就是这间哈利波特阅览室，挑高的拱形天花板，垂挂着中世纪风格的吊灯，和两旁的藏书，可以进来感受一下优雅的阅读氛围。我们要去哪里？吃饭。去学餐。它其实学校的建筑还蛮美的，而且现在叶子开始转黄转橘，照起来超美的。虽然说在下雨，下雨天是不是才能真正体会到西雅图的风情？因为好像西雅图大概有300天都在下雨。我们要来吃什么？学餐。我们的学餐体验，刚刚吃饭的时候忘了录音，吃完饭才录。哇！我们走来另外一个校园的景点，叫做 Drumheller Fountain， 它是华盛顿校园里面一个蛮大的指标吧。学生有时候都会聚在这边休息啊、聊天啊，然后是集合。那如果天气好的话呢，从这个 Fountain 的往后面看，可以看到西雅图，应该是华盛顿州很有名的国家公园，叫做 Mount Rainier。但是今天天气没有很好。Birthday Girl 出现了 ，Happy Birthday！ 来搭公车，我们结束完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， 我们去下一站。我们在哪里 Microsoft 微软的总部。然后来这边呢，可以参观的一个地方是它的纪念品馆嘛。对。然后5点关门，我们现在先去看看有什么好逛的纪念品。来到微软啦，要跟这个标志拍照。我们现在进来里面参观了。里面好酷哦，它展示了整个 Microsoft 微软的历史时间轴，然后还有一些以前的产品，还有以前的电脑、以前的花束，还有最早以前的那个 video game， 哎，超酷的！这边还可以玩游戏，虽然说我不知道怎么开始。我现在在玩 Minecraft， 但是我从来没玩过。什么东西？我在哪里？啊，我完全不知道干嘛。我们直接开始电动打起来，好好笑！他在后面打游戏，然后前面可以看到他的荧幕，还有他玩的游戏。参观完刚那边之后，走出来这边是纪念品店，它有卖很多 Microsoft 的产品，衣服啊、水杯啊、帽子啊等等的都有。Asians at Microsoft。纪念品，纪念品。参观1日游，还拿到了一个小袋子。那我们就结束参观我们的 Microsoft， 然后现在已经5点钟而已哦，太阳已经差不多下山了，因为前几天夏令时间结束。我觉得走在这个公司里面，怎么很像我们刚刚在 Washington University 一样，走在校园里面的感觉。因为是 Microsoft Campus 啊，这就叫 Campus， 好酷哦！这样在工作会不会很 chill 啊？很 chill 啊，它就是要让你待在公司啊，然后附近生活机能就好。超棒 ！Yeah， 哇塞，还有球场哎！对了，今天是11月5号，是美国的选举日，所以今天应该新闻到处都是美国选举。好啦，我们参观完我们的微软，来到下一站，吃饭。来一间意大利餐厅，刚好这周是 Restaurant Week， 有特价的菜单。Cheers， 生日快乐！
愿。好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去旅游。也希望我们下次3个可以在一起到处去玩。没问题。好，吃完我们的寿星餐。好，差不多结束我们今天的西雅图外围一日游。然后我们现在在 Amazon 的总部，这位呢，他非常的想参观总部。我们刚刚在搭讪这边工作人，然后试试看能不能进去，但是第一个失败。你还要进去吗？我有点想进去，但现在有点晚，感觉很像很怪怪的。现在9点钟，我们明天再跟你们讲有没有成功。我们明天见喽，嗨。It is now clear that we've achieved the most incredible political thing. Look what happened. Is this crazy? 早安，今天是我们西雅图的第3天，是最后一天，然后我们又来拿香蕉了。但是呢，学姐阿丽亚她要去 LA 了，我们就明年见，或者回台湾见。我现在进 Amazon Go 超酷，这边是无人商店，只要刷卡进来，然后我完全不知道怎么付钱，然后就可以直接走出来了，超神奇的。我们又来到派克市场啦，因为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是晚上4、5点，其实那时候都已经关门了。然后听说早上的市场非常的好逛，我们等一下去看看，而且听说有丢鱼秀哦。走。早上的派克市场超好逛的，就是很多摊位，然后每个摊位它都被吸引进去。我就好奇宝宝，很好逛啊，就很多不一样的摊位，很有趣。 Green uni 也不是紫色的，那是什么是 green。通常 uni 都是 purple 的吧 ？I don't know. I do not know. 你看，OK。这是什么？哎，玻璃吸管呢？然后它有 design 在上面 ，Chunky Smoothie Classic Restaurant 小花花哎，干燥花小花花。This little piggy went to my 好可爱，你看，说你啦。今天天气超棒！听说呢，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 Mount Rainier， 就是我们想要去的国家公园，但是没有去到。天哪，超棒的！回来我们第一天晚上吃饭的地方。你看城市的景跟海景，你要环绕一下，转。你看城市的景，然后再转是海，然后那个摩天轮。今天天气这样是超舒服的，好开心哦！我们刚从上面走下来，这边有个 Overlook Park， 就是可以看整个海景，享受整个西雅图的感觉，然后晒太阳。哦，晒太阳！哦，真的太舒服了吧！躺在这个躺椅上，然后晒太阳，然后眼前就是海景加山景，山上面还有一点点雪，然后有人在钓鱼，然后他在享受太阳晒日光浴睡觉，好棒哦！我们刚才那边躺了半个小时，真的超级舒服。然后我们现在要走回去，再继续逛派克市场。然后现在走回去，面前的景也超漂亮。它是这样解开的。早上的派克市场，新鲜蔬菜水果。美国的厕所非常的神奇，来，请站起来。为什么可以这么矮啊？笑死！出来吧。太虚了吧，太虚了。我们又要来买巧达浓汤啦！我那天喝巧达浓汤真的超级好喝，我今天要来尝试不同口味的。买完啦，然后我们又超级幸运，听说来这边排队通常是要排半小时以上的，我们今天又完全不用排队了。第二间吃的这家是很有名的起司店，它现做起司超酷的，你可以看到后面他们就在搅起司，然后起司的制作过程全部都看得到。
那我们来点 mac and cheese 吧，因为我这趟来美国还没有吃到美国最有名的 mac and cheese。买完 mac and cheese 啦，然后其实 mac and cheese 啊、俄罗斯面包啊、巧达浓汤都是在这条街上，就是你这样一逛下去非常方便，就连星巴克第一家创始店也在前面而已，就可以一路这样逛下去。听说在派克市场会有丢鱼秀，应该就是后面这一摊，但是应该是有人买，他是把鱼丢出来，就看你们运气喽。耶！我们又买好我们的午餐来这边吃啦，就跟我们第一天晚上一样。然后这次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巧达浓汤买 salmon 口味的，然后多了买一个 mac and cheese， 还有它的现做的起司，开动啊！然后俄罗斯面包我们买了这个 apple cinnamon， 它当然是现出炉的，可以看到上面真的是 apple slice， 海鲜超浓郁的，很好喝哎，原味的，对不对？它超赞的，我也超爱它，而且很鲜，那个里面的海鲜真的很吃得到，而且很多。派克市场真的超好逛，我们现在已经逛到下午3点钟了。然后那天讲到啊，派克市场成立的时候，为什么会成立呢？是因为当时的洋葱价格突然上涨了10倍吧，然后这边的市民就非常不爽，很生气，然后就要求政府说要开办一个农贸市集，就是可以直接跟农民买蔬菜水果，不会被中间的商人剥削，然后就一直维持到现在，是大家的菜市场。从派克市场走出来，沿着 Pike Street 一路走到 Melrose Avenue 呢，就是星巴克的全世界第一间旗舰店 Starbucks Reserve。它里面有，等一下我们直接进去看看。听说里面超大，然后有很多其他星巴克没有的东西，哇塞！这里面真的超酷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它里面有烘豆区，然后咖啡区、咖啡调酒区、面包区，然后呢，你的座位区呢，就是在这个很像工厂的旁边，所以你可以一边喝着咖啡，然后欣赏如何去烘豆，然后这边烘完豆还有包装，整个动线流程都在这里面，真的超酷的。这边商品区的地方呢，都有一些比较特别，在这边才买得到的商品。这边的话就是一般的咖啡区。是我选了一种豆子，然后选我要烘焙的方式，看你喜欢什么样的豆子烘焙出来的味道。你点什么东西？ Seattle Road Tree 的口味，然后是 Americano Ice。Starbucks Reserve 总共有6间店，全球。哦，你去了几间？我去了3间，这是第3间。好了，这就结束我们全世界第一间的星巴克咖啡典藏店。今天是我在西雅图最后一站了，我们要来看已经落下的夕阳，然后后面那边就是 Mount Rainier。如果我们早点来的话，一定非常漂亮，因为今天天气很好，一整片是蓝天，然后就可以看到 Mount Rainier 在后面，然后还有摩天轮跟旁边的 Space Needle。就是超适合看整个西雅图风景跟夜景的地方。推这里，这边是 Cary Park。好啦，那我要准备回去了。最后的旅途了，冲去机场，我要回家了。台湾见，拜拜，路上小心，到了说一下，拜拜。
抵达机场，我差不多要结束这趟西雅图之旅啦。那同时呢，我也要结束北美的2个半月之旅。这趟旅行真的超开心，我见了18位朋友，然后也遇到了一些新朋友，而且我的朋友都超级早。我在北美的前36天旅行完全没有出到住宿费，他们带我吃好、住好、玩好，超级开心。那剪完这支影片呢，你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看到了，那就期待下一趟旅行啦！我要回台湾了 ，This is a life， 拜拜。沿着 Pike Street 走到这里是哪里？有这么想进去？